Hi，大家好，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喺星期四呢，有一個心急嘅網友問，黃金已經升到$2700啦，不過呢，為何白銀升幅較慢？為什麼呢？其實白銀一般呢上升比黃金係較遲嘅，但升幅呢係較黃金多嘅。昨日白銀升至$33.78，整個星期呢就上升咗7.1%。白銀是否仍會繼續上升呢？今集呢我會分析黃金白銀齊創新高之後呢，後市將如何發展。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0.3期嘅金銀周報。喺禮拜四數據顯示，美國9月零售銷售增長率為0.4%，超出市場預期嘅0.3%。此外，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有所下降，反映出勞動市場嘅韌性。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嘅情況下黃金白銀攀升至新高啦。近期美國經濟數據均超預期，市場開始懷疑即使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每次會議降息25個基點，是否也過快？根據 FedWatch 工具顯示，交易員預計11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機率為1/10啫。最近一個星期，美國指數連續6個星期創新高，美匯指數升0.57，報103.46，道指升412點，報43,275點，標指升49點，報5864點，納指升147點，報18,489點，黃金升$65，報$2721，白銀升$2.24，報$33.78。但有分析指黃金將會回調，但白銀將會繼續挑戰新高。中東地緣政治風險加劇，進一步推動市場避險嘅情緒。以色列宣布擊斃哈馬斯領導人，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表示將展開升級嘅戰爭行動，令市場擔憂地區局勢可能進一步惡化。此類地緣政治風險得使投資者加速湧向避險嘅資產啦。黃金因而獲得額外嘅支持，金價攀升至新高。交易員亦都權衡美國嘅數據。呢啲數據使人們對聯儲局可能至少喺年底前再降息25個基點，聯儲局減息嘅預期，同埋美國總統大選嘅不確定性，金價再創歷史新高。現貨黃金價格喺星期5 18號突破$2700嘅關口，星期五收市報$2721。外媒報道 ，FXTM 高級研究分析員 Lookman 表示，距離美國大選還不到3個禮拜，市場謹慎嘅態度可能仍是一個關鍵嘅主題。鑑於特朗普同埋賀錦麗之間激烈嘅競爭，增加另一層不確定性啦，刺激咗對避險資產嘅需求。盛寶銀行大宗商品策略主管表示，本週稍早公佈倫敦金銀市場協會 LBMA 民意調查顯示，金價基本預期係喺年底升至$2800，明年將上轉至$3000，而白銀表現甚至更好。上圖係由2000年到2024年嘅分析，黃色線係黃金，黑色線係基本利率，綠色嘅部位係經濟衰退。喺今年9月18號星期三，聯儲局自2019年7月底以嚟首次降息啦，最終嘅降幅係令人驚訝嘅0.5個百分點。上圖顯示聯儲局上一次降息0.5厘係喺2001年1月同埋2007年9月嘅經濟動盪嘅時間。從呢個大幅利率下降後均會提振呢個金價。自世紀之交以嚟嘅3個降息階段都係如此。喺呢個2000年代初，喺科網泡沫爆破後嘅降息週期中金價從$270上漲至$420左右，漲幅近60%。喺呢個2007年至2008年期間全球金融危機後降息嘅年代，金價從$660左右飆升至$1600左右，漲幅超過140%。喺2019年到2020年降息階段美國經濟放緩，中美貿易爭端以及緊隨住大流行導致金價上漲咗1/3。聯儲局剛剛喺呢個9月降息0.5厘啦。根據歷史嘅步伐
黃金將會大幅上漲嘅。另外，截至10月10號，黃金恐懼與貪婪嘅指數為61，剛好超出貪婪嘅範圍。鑑於過去12個月價格大幅上漲，因此咧不排除黃金出現明顯回調嘅可能性。然而，許多基本面有理由相信金價即使遭遇挫折後咧，仍會持續咁上漲嘅。好啦，請大家幫幫手，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好大嘅動力嚟嘅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俾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。歡迎大家留言，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。金價咧喺呢個9月12號開始2年漲勢嘅下一階段啦。首先，金價突破2520至2535美元嘅阻力區。到9月26號咧，價格迅速飆升至2685美元嘅歷史高位。由呢個6月底以嚟咧，金價就上漲咗400美元左右啦。不過過去3個禮拜以嚟咧，黃金市場初步進入高位震盪盤整階段。隨住上個禮拜二回調到2605美元低點，沽空咧就再次出現啦。但係2600美元嘅心理關口咧，好容易咧被守住咗啦。上個星期五大幅反彈至2661美元。除咗美國首次降息同埋美元走弱之外咧，中東地緣政治局勢咧進一步升級，可能咧也是黃金市場強勁上漲主要嘅原因。整體而言，周線圖仍然睇升嘅，喺最好嘅情況下，回調咧就已經結束。從好方面嚟睇咧，買盤首先需要突破上個禮拜五嘅高點2661美元，然後咧再突破歷史高位2685美元。如果咧呢個未能實現嘅話咧，即可能咧會喺平坦嘅下降趨勢通道內咧，以看漲盤整旗形嘅形式咧出現喘息。喺呢種情況之下咧，剩餘嘅下行風險咧可能僅限於2590至2610美元之間嘅價格。總而言之，目前黃金市場樂觀情緒咧被嚴重咁誇大。喺星期五早上咧，更突破咗2700美元添，更可能升勢咧直至大選結束嘅。但理想嘅情況下咧，價格大幅嘅回調咧，將導致市場情緒淨化。不管係點樣，回調應該會造成下一次上漲嘅跳板嘅。然喺金價強勁上漲嘅環境下咧，我反而咧更喜歡仍被嚴重低估嘅板，以及尚未啟動嘅鉑金。上期我講過板劇本咧發展越嚟越精彩。呢個圖顯示短期板大阻力位喺50美元，如果突破50美元咧，板就會升至100、200甚至300美元添。支持板爆升咧有以下嘅原因嘅。俄羅斯計劃喺2025年、2026年同埋2027年咧大幅增持黃金、板、鉑金、鈀金同埋寶石。如果金磚國家在內其他國家跟隨呢種做法嘅話咧，極大機會咧板用作多國儲備嘅資產啦。板嘅需求咧已連續3年超過供應，到2024年需求赤字將增加至超過2億盎司，呢個將係有史以嚟咧第2高嘅。咁樣推動供需恢復平衡嘅一件事咧，好簡單，就係價格上漲。美國債務咧將繼續急劇上升嘅。反過嚟睇，美元咧將繼續貶值嘅啦。呢個將支持黃金板上升嘅。美國總統選舉咧潛在不利嘅結果，避險需求咧隨之上升。市場上咧對黃金投機性嘅投資咧已經增加到過度嘅水平。不過咧板仍然被嚴重低估，加上從基本面嚟睇咧都支持板上升嘅。投資者咧就轉賣板啦。隨住黃金板比率跌向82嘅水平，星期五板收市咧突破咗33.7美元嘅水平，將推動板走向下一個阻力位，即係34至34.25美元嘅區間。年底咧有望挑戰45至50美元添。金磚國家財長同埋總理年度峰會咧定於下個禮拜舉行啦。有傳言稱計劃提供一種替代貨幣用於成員國之間嘅貿易，呢個會唔會發生呢？呢種金磚國家數字貨幣又會包含幾多黃金呢？呢個對未來黃金嘅走勢咧帶着重要嘅啟示。上面提到俄羅斯計劃喺2025年、2026年同埋2027年大幅增持黃金、白銀、鉑金、鈀金同埋寶石。如果金磚國家在內其他國家跟隨呢種做法咧，極大機會白銀咧將用作多國儲備嘅資產啦。呢
呢個將對板呢又係一件大事喎。喺下一期呢，我會跟進金磚國家峰會後對去美元化呢黃金同埋板有啲咩影響。喺今年7月呢，我做咗一輯金磚國家峰會前瞻，我將呢集嘅連結呢放喺圖中嘅右上角。如果大家未睇過呢，歡迎呢你去睇下。有好多重要嘅事情呢都喺今年聖誕之前會發生嘅，好似金磚國家嘅峰會啦、美國總統大選、11月同埋12月聯儲局嘅議息，仲有好多經濟嘅數據，呢個呢都直接影響黃金板嘅走勢。我多次講過，經濟衰退同埋股災呢好快會發生嘅，到時黃金板呢會短暫下跌之後呢進入大牛市，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，板呢亦都會升上100美元嘅。不過最後都我嗰句，變幻才是永恆，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最近呢流行請飲咖啡，香港嘅朋友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，而海外嘅朋友呢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.com 請我飲咖啡嘅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，俾個點讚我，歡迎大家留言。每一個留言呢，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，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。